看我这。我说我喝多了，他俩认识也行。也像是感冒的。我说你看后边那个。可能上车了。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是。把钱给我。你是谁？我梁飞还没干过，说到没做过。你是梁飞？知道还不把钱给我？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你放心，功劳是你的。延安知道我。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董鹏，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了。哎，你认得吗？这哎，这球。亚当，定为者啊！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没哪个赌场有这规矩？兄弟，砸场子来了。我说你们这
八爷，不好了，有人砸咱厂子。嗯。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我们怎么办？替身。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木头桑，嗨。我是周玉海，你是谁？别装了，我是梁飞。梁飞，别看。马上！梁飞得手了，快接应！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军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なんだこりゃ！あ！女！バカ野郎！哎，就说这个人，这也不说话就好了。抓了他，他是刺客。别误会了，这里不让进。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小姐，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飞快点！不对，不对，不对！打开！快！走！来，上墙！上墙！来，黑子，来，这位，走！不行，踩着我，踩着啊！踩我肩膀，踩着我，这个上！飞！郑来，准备！梁飞，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走！黑子，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听命令，走！这些命令，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一人附近顶不住了！走！来，走！政委，政委，各位，梁飞，政委，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小鬼子，死命！师长，梁飞。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地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何かおかしいと思わないか？こりゃ梁飞が絡んでるな。俺たちの注意力を分散させるために。車がでかい。目立つ。天心を離れられない。そうか。カイ！はい。それとのうちに剣門を張れ。俺たちの目標は車ではない。梁飛だ！はっ！連絡は取れました。方法から見ますと、山田大佐の任務、両費のここです。所長、私は今から両費を捕まえに行きます。このままでは気持ちが収まりません。まるまる一日バカにされたもんだぜ。奴を捕まえるには何が必要なんだ！去重庆？干什么去啊？我才回来几天呢，我。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梁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怎么交流啊？凯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求之不得。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前线打滚子去。求，怕了。哼，啊。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走吧。小官人，小官人，我看好你哦。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满意了吗？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这也不是你们待遇吗？赶紧走！哪是这待遇了？坐着，今天就搁这吃了，懂不懂？坐下，不能坐。那儿几个都坐，点菜。先生，我们这座儿都被预定出去了。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为什么啊？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哥，他说他没钱，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别在前线打仗挂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给小鬼子过过勺，握握手。你们，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你他妈再说一遍！哥几个，赶紧走吧。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对，得把肚子填饱。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我们要是不走呢？哥，你闹事不看个地方啊！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土了！相信老子崩了你！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啊，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算你小子识抬举。咱走吧，大哥，走。等一下。既然来了嘛，别空着肚子。来，坐，兄弟们。陆生，菜谱每页头3道菜上。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我呀。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哎，我们有钱，我们配。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对。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儿吃饭？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是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要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哎，大哥，您是谁呀？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别开枪！别开枪！起来吧。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不是117，不知道。他是特战局的。特战局，对不起，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是，走吧。撤。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这怎么行？没事，坐。小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快，跟上！
梁飞，停！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行啊。哎，兄弟，有暗器啊？暗器？什么暗器？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喝你。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呀！松开！秘书长，什么？巩立伟没死？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是。哦，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巩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1个军的兵力。什么？他没死啊？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呢？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
谁能杀得了巩立伟？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组长，发现了梁飞。在哪儿？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河野局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升迁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挺好的，盯着啊，你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身份，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这任务不够。下镇呢？郑州。郑州。到了郑州叫我一声。 要不你先来。后不后悔跟我一块儿出来？那就好，吃饱了好开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他。
看这的，是啊，走。一个梁飞都抓不到，没那么你愿走走。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闭嘴！我在修法的行，没有你修法的好。是。所長、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2人ということで、まさか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すでに追跡するよう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探す？何を探すというんだ？梁飞は治安にいるぞ！你好，打一电话。电话亭在那边。谢谢。重庆的包裹到了。林天，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嗯。报告，邢局长来了。啊，行。老邢，好多。啊，你请坐。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八路穿上鬼子的衣服，截停一个骑摩托车的鬼子，然后梁飞假装喝醉酒，开始胡言乱语，并且还用手指向后面吸引鬼子注意力。趁着鬼子转头的瞬间，梁飞将一个炸药包塞进摩托车里面，做完这一切，装作没事人一样让开道路。而小鬼子毫不知情地驾驶摩托车返回了司令部里面。原来这只鬼子是一名送信员，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快递，交给了小野长官。殊不知这个包裹里正是梁飞准备的炸弹。我还知道哦。小野虽然在爆炸中侥幸活了下来，但是却把铃木将军吓了一跳。他告诉小野，你明天必须回国，要不然继续留在这里，早晚得被梁飞干掉。而小野面对长官的命令，只能服从。第二天，他就坐上汽车准备启程，却不料梁飞正拿着望远镜监视着一切，但扫视整个车厢都没有发现小野的踪迹。梁飞不确定对方是不是藏在车棚里面，没搞清楚之前绝对不能轻易动手。没想到就在这时，小野突然从车厢走下来，对着天空连续开枪，发泄心中的怒火。我叫小野纯一郎，梁飞不是要找我吗？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本事来杀我。随后梁飞一路跟踪到青岛，通过望远镜发现小野果然没有撒谎，真的在船上等死。但梁飞却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顺着绳索偷偷地爬到了船上，紧接着就来到船舱里面。趁着开船的鬼子不注意，梁飞直接将其送去见了太奶。然后画面一转，梁飞就伪装成了船员的样子，凭借身上这身衣服，他轻而易举的就掌握了小野住在哪个房间。而他本想开门来刺杀，却不料一眼就看到了青龙偃月刀，这
正是梁飞爷爷的宝刀。不幸的是，老人却被小野开枪射杀。与此同时，小野正在甲板上练功，没想到梁飞已经拿着刀找了过来。我说过，7天之内杀了你们3个畜生，今天刚好第7天，我不会食言。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梁飞不再废话，拎着青龙偃月刀就冲了上去。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梁飞本就武功高强，再加上武器的加持，第一回合就把小野打得飞了起来。还不等对方反应过来，梁飞已经变换招式，一个大威天龙又将小野打得跪下了地上。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紧接着，梁飞使用一招无敌风火轮，将小野狠狠地摔在地上。不得不说，梁飞这家伙真讲信用。刚才说割断喉咙，现在就说到做到。做完这一切，梁飞一个大鹏展翅，直接跳进了茫茫大海，从日本岛一直武装泅渡游到了我国海域。而武工队员则驾驶航空母舰，按照约定在此接应梁飞。梁飞本以为这次立了大功，回到根据地会被当成大英雄一样给供起来，没想到下一秒就被队长一顿批评：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抗日前线，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2个人穿成这样吗？就在两人吵架的时候，上级首长突然送来一条重要情报，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乾隆的宝剑。情报显示乾隆剑会通过火车运走，于是梁飞来到火车站，准备先搞清楚乾隆剑藏在哪节车厢。就在这时，却突然看见一个汉奸，于是梁飞立刻有了办法。只见他用手比划成枪的形状，威胁汉奸举手投降。而这个汉奸还算配合，告诉梁飞说，鬼子为了保证乾隆剑的安全，会假装安排一车伤员做掩护。结果万万没想到，梁飞竟然伪装成伤员混上车，这下鬼子肯定又要死伤惨重了。八路本想伪装成鬼子伤员，不料转头时却发现惊恐的一幕，鬼子竟然察觉士兵的衣服被人扒光了，于是立刻下令搜索整个火车。而梁飞眼看事情已经暴露，赶紧站起来准备再去换个身份，却恰巧看见一个汉奸正在调戏小姑娘。梁飞仗着自己身上穿着鬼子衣服，命令汉奸扶着自己去卫生间，而汉奸只能乖乖的配合。结果下一秒就被梁飞揍进卫生间，画面一转，梁飞就换上了汉奸的衣服。别说这衣服还挺合适，有了新的身份，他便开始行动。情报说鬼子要偷走乾隆的宝剑，而梁飞的任务是将其抢回来。他发现3号车厢有好几个人都很可疑，怀疑宝剑就藏在这几人之间，于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了下来，准备近距离观察一下可疑人员。其中一男一女神情严肃，看起来很像杀手的样子。而另外一个宝妈更是可疑，眼看自己的孩子正在嚎啕大哭，她竟然想端起茶杯去喂水。梁飞看见这一幕，怀疑不是亲妈，没想到宝妈接下来的举动更加惊人，竟然把正在哭泣的孩子蒙住脑袋。梁飞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故意朝着宝妈走过去，趁着火车摇晃的时候，梁飞假装摔倒扶住头顶的箱子，没想到宝妈反应极快，出手阻拦。梁飞表面给对方道歉，实则心里暗自吃惊，从宝妈的反应速度就能看出来绝对是个高手。随后梁飞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监视，表面上大家都相安无事，实际每个人都心怀鬼胎。而后面那一对男女也在跃跃欲试。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意外，鬼子竟然从卫生间找到了昏迷的汉奸，于是他们带着汉奸去指认梁飞。眼看鬼子正在挨个车厢搜索，距离自己已经越来越近，此刻梁飞的小心脏已经提到嗓子眼。幸好这时队友假扮成服务员去给鬼子送饭，太君您请吃苹果。趁着鬼子放松警惕时，两人直接将其送去见了太奶，然后捡起地上的手枪，对着增援的鬼子疯狂射击，而枪声很快惊动整个火车。负责搜索梁飞的鬼子也赶紧过去支援，本以为这样梁飞就安全了，却没想到汉奸竟然认出了梁飞。梁飞眼看事情暴露，直接控制住汉奸大动脉，随后朝着车厢正中间走去。此时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战一触即发。恰巧这时梁飞看见乾隆剑和婴儿包裹在一起，于是他直接将手里的汉奸扔了出去。紧接着梁飞就要抢夺乾隆剑，可不料却遭到宝妈强烈反击。与此同时，那个酷似杀手的女人也加入了战斗，场面一度陷入混乱。当梁飞准备再次攻击时，没想到宝妈竟然用婴儿当挡箭牌，趁着梁飞愣神的瞬间被一脚踹飞出去。而女杀手也在遭遇相同的待遇，手枪被踹得飞了出去。而挣脱束缚的宝妈本想逃跑，结果却被梁飞夺命剪刀脚绊倒在地上，乾隆剑也随之摔飞出去，最后被女杀手捡了起来。而她直接拔出宝剑送宝妈去见了太奶。之后女杀手本想跳火车离开，不料梁飞从后面追了上来，两人很快就扭打起来，中途竟然上演爱的魔力转圈圈，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把剑给我。你是谁？你是梁飞？知道还不麻烦？随着女人一脚踹出，她带着剑鞘跳下了火车，而梁飞则带着乾隆剑回到根据地。不料一抬头却发现女杀手也在这里，原来她是上级派来的通知。我叫刘锦怡，从延安来的。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而这次刘静怡前来，不光是为了夺回宝剑，还要除掉大汉奸周玉海。然而他身边有几十个保镖，想杀他却又谈何容易。八路刚要刺杀汉奸周玉海，不料却发现周围埋伏着小鬼子。这种情况下，想完成刺杀简直难如登天。可殊不知楼顶的国民党并不知道有埋伏，他刚用枪瞄准了周玉海，结果还没来得及开枪，两个鬼子就已经偷偷绕到身后。下一秒，狙击手的尸体就从房顶扔了下来，而屋里的女特工还不知道同伴被杀。她按照计划将酒杯摔在地上，通知其他队友开枪射击。可不料周玉海只是被打伤胳膊。直到此刻，他们才知道鬼子早有埋伏，于是赶紧开车离开这里。与此同时，八路回到驻地后，也开始重新分析周玉海的身份。按道理说，一个汉奸不值得鬼子大费周章的保护，没想到刘锦怡却说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周玉海最近派人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要立即销毁它。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梁飞决定将周玉海和细菌武器全部销毁。他先是爬到房顶上面，用望远镜观察周玉海家的防御部署。可不料意外很快就发生了，镜片的反光竟然惊动了站岗的保镖，眼看敌人已经冲了过来，而梁飞对此却浑然不知，正在用笔做着记录。幸好这时刘锦怡通过化妆镜发现汉奸正在逼近，于是他赶紧拿出窜天猴插在地上，然后用火柴点火启动，发射到太空上了。而梁飞看见窜天猴才知道有危险，于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攀岩绳索，顺着房顶安全降落。等汉奸追过来的时候，梁飞和刘锦怡早已经溜之大吉。回到驻地后，刘锦怡开始批评梁飞，说下次行动一定要多加小心。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肯定会更加小心。8天，保证完成任务。8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黑子只是说了一句上天入地，梁飞听后瞬间开怀大笑。上天肯定是不可能，但是入地完全可以。挖地道可是八路的强项，为此他们在周玉海家的前面租了一套房子，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虽然梁飞的计划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大家都觉得成功几率不大，因为挖地道需要大量的时间。但上级领导要求他们5天就得完成任务，而且这次出来也没带多少炸药包。然而梁飞对此却毫不在乎，因为他早就计划好了一切。从这儿直线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眼看梁飞计划的如此周密，大家开始分头行动，准备工具。本以为挖通地道就能干掉汉奸，却不料中途竟然碰见了花岗岩石，想徒手挖开根本不可能。于是大家只能退回房间再想办法。而梁飞建议直接用炸药解决花岗岩，但前提是爆炸声不能惊动小鬼子。于是梁飞假装举办一场婚礼，准备趁着放鞭炮的时候，用炸药将花岗岩石给炸碎，这样爆炸声能被鞭炮声遮挡住。本以为这次能顺利完成任务，可没想到炸药的威力实在太大，鬼子在房间犹如地震一般。大佐赶紧跑去窗台查看情况，发现楼下的婚礼现场正在燃放鞭炮，鬼子这才放下心中的怀疑。可没想到八路再次点燃炸药时，竟然将鬼子桌上的蜡烛都给炸断了。这下大佐终于意识到不对劲，紧接着他就趴在地上仔细聆听，却惊恐地发现地下竟然在燃放炸药。于是他赶紧集结部队去抓捕八路。鬼子突然感觉房间剧烈摇晃，而他本以为是敌人在开炮轰炸，可结果等走到窗边却发现是楼下的迎亲队伍在放鞭炮，于是鬼子便放下戒备心转身离开。可殊不知刚才的爆炸声就是八路在用炸药挖地道，他们计划用鞭炮的声音掩盖炸药包的声音，可没想到第2次操作时威力过大，彻底惊动了鬼子大佐。他意识到这绝对不是鞭炮造成的，于是便趴到地上仔细聆听，结果却惊恐地发现有人挖地道。紧接着他就把副官叫了过来，然后迅速集结队伍去抓捕八路。与此同时，梁飞正在房顶放哨，却惊恐地发现大批鬼子已经包围过来，于是他焦急万分地跑回院里，通知挖地道的队友停止行动，趁现在鬼子还没到赶紧撤退。结果还不等大家撤出院子，鬼子就已经围得水泄不通。而为了掩护大家撤退，梁飞和黑子冲到门口阻击鬼子，但毕竟鬼子人多势众，打的梁飞根本不敢露头。你们还不走？老来头已经吃了，我要推走。那个是真好，走，快走！梁飞准备撤退之前给鬼子一个惊喜，只见他从兜里掏出一捆手榴弹，拉响之后毫不吝啬地送给了鬼子朋友。爆炸产生的气浪把楼上的鬼子大佐都吓了一跳。放开了！而八路之所以搞这么多炸药，就是想除掉汉奸周玉海，但很遗憾这次任务都上了报纸，却还是失败了。
所有人的情绪都很低落。于是梁飞打扮成出租车司机，再次来到周玉海家附近寻找机会。突然，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引起了梁飞的注意，但吸引他的并不是女人的身材，而是这个女人貌似也盯上了周玉海。只见她假装摔倒在管家面前，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然后趁着给管家捡起公文包的同时，快速出手将里面的文件偷了出来。殊不知这一切全都被梁飞看在眼里，而他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主动让女人坐上了自己的出租车，然后将其拉到一个偏僻的小巷子，直到梁飞将车停了下来，女人这才察觉到不对劲，而他本想悄悄地下车去偷袭一波。没想到女人拿着刀都不是梁飞的对手，而梁飞也懒得废话，将雨伞扔到地上就消失在视线当中。女人本想捡起雨伞中的情报，怎料里面竟然空空如也。她万万没想到辛苦偷来的情报竟然转手被梁飞偷走了。与此同时，梁飞已经带着好消息回到了驻地，因为情报里写得很清楚，周玉海在8号要开演讲会，而那时候就是刺杀他的最好时机。但是现在有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才能将武器带进会场。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没想到刘锦怡带来了第二个好消息。她搜集到了周玉海身边人的详细资料，而其中一个叫窦小凡的女人最可靠。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为了接近窦小凡，梁飞带着刘锦怡来到当地最大的酒吧，发现窦小凡此刻正在台上尽情歌唱，但即便找到了人，也不能贸然上去打招呼，因为那样做会打草惊蛇。谁知这时几个喝醉酒的日本浪人突然将窦小凡围起来开始调戏，而这恰巧给了梁飞英雄救美的机会。他倒向鬼子们的头上看去。随着梁飞上演一首悦耳的音乐，顺利的将几只鬼子赶跑，替窦小凡解了围。此时梁飞就好像是一个白马王子，彻底俘获了窦小凡的芳心，就连看梁飞的眼神都快拉丝了。而两人喝完交杯酒之后，窦小凡更是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能送我回家吗？面对窦小凡的主动邀约，梁飞想都不想就答应下来。本以为去了他家就能干掉周玉海，然而令梁飞想不到的是，这个窦小凡表面是周玉海的情妇，其真实身份却是日本间谍。梁飞浑然不知已经掉进了对方的陷阱之中。